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这个礼拜啊，应该算是有一点惊涛骇浪哦。这个金门的事情啊，如我们之前所预料的，它其实发展是比较猛烈一点，好吗？这个是比较令人需要担心的。好，那开始之前，老师先各位预告一下哈。那个老师下周我们正常直播，但是呢，就是下周一啊，就是3月4号，老师要出长差啊，要去上海出个长差哦。那在过程之中，我们更新会继续，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要做那个现场的咨询，所以说要现场咨询的朋友啊，你尽量是安排在我们这一周哦，就是明天开始4天以内，在2月29号以前啊，你就安排现场的，那你再跟老师预约。那29号以后啊，那老师还有其他事要做，还有我们的课程，老师也赶快加紧的录，有点拖到了。所以是说啊，这个各位记得要注意一下哈、那老师去做这个长差，不是去逃命好吗？我全家都来台湾，只是我去处理一下公事的事情，好吗？好，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哈，那个很多朋友在问啊，这次的这个，其实这几天呢，老师一直有跟很多朋友来问老师，就是关于这个金门的事情啊。那我们一一的回答哈，说之前呢，我们就先不去看。那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什么特别的哈，在我们这主题开始之前，就先回答你。这个有人在一个什么憨雅问老师是说，老师人死后能够去找已过世的亲人吗？这个不大行哈，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肉身结束之后啊，你就只能去到其他的归宿去哈，这个各自有各自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小学毕业之后，你还能够再去跟你的小学老师或校长或同学聚首吗？可能可以啊，但是这个几率是比较低一点的啊，那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人呐、这个眼纷飞，爱相随，对不对？你这个离散之后哈，我们就要转下一段的一个生命旅程去迈进了，好吧？不要去想是说人死后能不能去跟我们的以前的亲人会面哈，这个能会那是大家成佛可以了，但是不是成佛的就当然就是各自的去看。比如说你现在你这辈子你能够找到上辈子的朋友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做得真好，好吗？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其实这个金门这个事情啊，我们上次就有说到，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可能会让我们的海防啊，直接是往后倒退到澎湖的概率是有的。那我们果不其然啦，我们在这一周看到啊，这个在这个金门上面的这个中国的海警船呐、他们基本上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方针。怎么样方针呢？就是说，它已经以编队的方法来去做进行的巡航。编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很简单来讲，它就是以多去压少，因为我们的中华民国海巡署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样子的船只可以去到处的跟它配合一样，去以1对1的一个兵力去交接了。我们不要说短兵相接了，就是我们就去对峙，好吧？这没办法的事情，吨位也不一样。哦，我们的海巡船可能10吨、20吨、30吨，但是呢，他们的海警船呢，100吨到500吨都有，好吧？他们的一般的可以有比较弹跳性的这些啊，都会有。所以是说啊，这个状况就会变成是说，对我们处于很不利的状态。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的整个海警船的运行模式啊，它已经往金门那个，除了金门之外，还要往马祖的列岛开始去做巡航。但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是说，在《孙子兵法》里面有说到一件事就很重要，他们既然是以编队的方法去到我们的一个外岛去巡航的话，那么呢，它就要发生到兵法里面的1对1的时候怎么样呢？还有2对1的时候怎么样？还有5对1的时候怎么样？还有10对1的时候怎么样？哦，十而为之嘛，对不对？五而分之，是不是？所以是说啊，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我们整个军力啊是没有办法跟得上啊，他们的海警船对外岛的实质海域的控制权。而实际上来讲啊，在我们发生事情之后啊，我们的海警船基本上也无能为力。那包含我们的渔船呢、也尽量的被当地的政府是说，哎，尽量不要先出海。那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金门百姓的一个经济上的困难呢？啊，不会，好吧？实际上是不会哈，因为我们金门的乡亲啊，很多都是蛮有钱的哦。各位，你可能没有想过，我们金门看起来破破的，对不对？好像是很旧时代的东西啊。不要这么想啊！哦，金马地区有很多有钱人，怎么样有钱法呢？各位，我们就想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老师是马主人第2代，但是我家不有钱，因为太早离开马祖了，对不对？傻瓜，都说我爸是傻瓜，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我们有30万大军啊，哦30万人哦的大军去驻防在金马的群岛。哎，你知道30万人，你知道那是多少的钱在里面吗？你看阿兵哥啊，你放假之后你没有地方去，你知道吗？金门马祖其实能去玩的地方很少，
非常少，尤其是马祖哈，马祖的在马祖，我是马祖人的，跟我讲这个没什么关系啊，我是马祖人呐，这马祖是怎么样呢？这是穷山恶水，还有穷乡僻壤恶水，然后呢狗官刁民。这个是都没有，我是马祖人，都讲这个自嘲的话，应该还不会被骂。但实际上就这样啊，因为比如说马祖，你就只有白云区，还有那个什么马港那个地方可以稍微玩一下，福澳港可以玩一下，铁板可以玩一下，铁板也没什么好玩的，对不对？那个没什么地方可以玩的，所以说你就变成是说你在阿兵哥领到钱之后啊，没什么地方可以玩的，但是你就只能去当地去不断的去消费，然后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为什么买精神上的慰藉呢？因为啊，在外岛的将士啊，3个月、半年甚至1年才有可能回台湾一次，所以我们称为返台假。啊，就是说你要排到就不容易的，尤其是以前更不容易，你可能一去就是2年没办法回来。因为不容易原因是因为那个阿兵哥太多，然后呢，我们的运补舰还没办法那么频繁，所以是说呢，这当时去外岛的人啊，他可能很久才能回来一次。老师是比较幸运的，好，我大概半年我就回台湾，你可以回台湾去处理我那个兵变的初恋情人的问题。所以说啊，这个东西他们有30万大军啊，每一个月都定时发这个军饷到这些阿兵哥的那个邮局账户里面，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花钱啊，花到不够还去借钱的人是一大堆。我告诉你，这真的是太多了。金门也是一样，对不对？金门还有军中乐园，对不对？你有看那个电影都知道，金门还有军中乐园。啊，马祖好像是没有了，我没听过，这金门有，对不对？831嘛。所以说当地的百姓啊，就还蛮有钱的，因为你吃了这么久的一个军事种地啊，就那个你要开个小店啊，你都会发财。啊，有钱的怎么样呢？你就去，当时他们就去福州啊，就去了厦门啊，去买房子。买房子不是买1间2间的，我告诉各位，那有的真的是买了一片啊，但是整个圈地啊，就给你买下来。因为当时的你福州跟厦门的钱，相对于比台湾的物价来讲，它是比较便宜的。哎，各位你要知道，我们的驻金那个从那个1949年开始就驻金，然后到改革开放，到改革开放之前呢、啊，到那两岸恢复那个探亲啊，那个就就比较热络了，就是很多台湾人，好包括我父亲的同学，我父亲是他马主人嘛，他同学当然也是马主人，对不对？他们就直接拿钱去福州买房子。哎，当时讲说他买房子买大陆干什么？是不是？那穷乡僻壤、狗官、烂兵刁民，是不是？谁要去那边买房子干什么？哎，像那个房子一买，哎，到后来到现在啊，我是没有跟他联系了，但是可以估计，就是现在至少涨30倍哦，30倍啊！为什么？因为他地点很好，因为他对当时来讲，台湾人是比较有钱的，他买那个房子好像还买了好几间。然后嘞，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乡亲，他们就去这个厦门买房子，一买一条街、一片土地之类的，哦，这个发财的样啊，那是非常非常发财的。说他们会不会影响到金门乡亲的生计啊？不会的，好不好？事实上是不会了，穷的人不多了哦，但还是会有影响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没有钱，但是还是会有点影响。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什么？今天金门马祖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了、那它往后面去继续延伸，以及它海警船啊，它已经需要成一个越来越频繁。他们频繁的出警会不会对中国的海警船或是他们的一个国防部门会有一个很大的消耗量呢？像我们台湾了，一直不断的飞起来，海警船出去海军巡航，都很消耗我们的士兵的这个将士的这些士气还有体力。那相对于中国来说，会不会消耗他们很大的一个军力，然后他们的军力或兵力？或是意志跟精神呢？哦，不会，好吧，不会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人太多了，好不好？他们人非常非常多，人家是真正有100万大军的人。所以说啊，他们去开始做巡洋，一方面可以做训练，第二方面呢，那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啊，它可以更加的熟悉哦两岸之间水文的问题。各位，你不要去想是说啊，这个台湾跟大陆之间呢、啊，它隔得很远。所以是说呢，他要打过来是没有力气的。那我到现在还有我们频道的朋友啊，都保持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想法。它最短的距离，那个真的不到100公里，各位你知道吗？最短的距离不到100公里，那个是咻几的蹦结金短线那种很快就达到了一个意味去存在。所以说他们现在开始不断去熟悉那个水文，不断去来绕。那最后你真的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基本上它这个金门马祖大概率的会直接的怎么样呢？就地合法化，对他们来讲是就地合法化。为什么？因为它的产业基本上不止在金门，就刚老师刚才讲到了，他们产业在福州、在厦门哦，在这些地方已经是很根深蒂固了。所以他们就地合法化，可能对他们现在的一些中华民国的一些福利啊，比如说健保或是劳保哦这些东西可能会有影响
好，还有一些税法或是一些存款的问题，可能会有些影响。但实际上讲，他们产业很多都在对岸了，所以他们能够受到影响其实是不高的。那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说，你这件事情是不是会一直延伸到让对岸会去想，是说我与其只吃掉了金门马祖，我是不是应不应该一鼓作气的把这件事从头至尾一次解决呢？因为为什么？因为美国还要大选，大选之前很多变数，而且最害怕就是要选举人他的变数。所以任何变数啊，其实不是中国害怕，是说他今天做这件事情之后会有什么样不利的因素。很多人讲说这中国这个你撑不起啊，这个是海外公司的想法。这个我们身为我们中华民国的百姓，我们的资讯很发达，其实我们应该要比其他国家人更有世界观。就会觉得是说中共打不起这场仗，他打这个仗，那这是举手之劳的问题。为什么不打？他只是考虑到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要安民抚民，你的那些国债，中华民国的国债你怎么处理，对不对？你的币值怎么样稳定住？还有后面的制度你要去怎么去安排？打绝对是个小问题，各位要去记清楚一件事情：中共他要收台湾，那是一句话的事情，对他来讲没有军事压力。一个我们要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两岸战争对岸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你美军他也不敢参战，因为以色列他就不敢参战了，他只能在旁边等着。那你乌克兰都快被打到灭国了，他也不敢参战，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讲后面会讲到，这个事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只要一动，他就会被三面受敌，对美军来讲是绝对的坏事，所以他绝对不可能会参战。所以说，在军事上，解放军是有绝对的实力去碾压台湾所有的军事设施。它只是问题就是还是在于很多朋友去担心的，我的房价还有我的新台币会不会变币值，对不对？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国债这么多，好，还有就是什么呢？制度上、民心上，还有很多一切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处理？比如说呢，有些那个名嘴就说啊，那个两岸打起来就是一片焦土。这一片焦土你拿回来也没用，说白了，现在回来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你到处都可能会有反攻意识，是不是？你就不好治理。这个在康熙收台湾的时候已经上演了很多次。那康熙收完台湾啊，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把我们从刁民变成顺民之后，后面又有谁？后面又有日军不是侵台了，是日军治台时期、日治时期、日本治理时期，我们又有什么？又有抗日英雄，抗清完再抗日。你说台湾人是不是天生长反骨？对不对？谁来统治我都要抗。还有荷兰人进来的时候就抗荷兰，是不是？谁来了我们就抗谁。然后这个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对不对？我们台湾岛民的一个特色，就谁来统治我们都要去跟他对抗，包含我们自己统治我们自己，我们都要跟自己对抗。哦，既然这种发生这么多的国难，我们还在自己对抗。是不是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台湾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历史上去记录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啊，现在对中国的问题来讲，它最大的只有是怎么样善后。善后意思就是包含了你外交关系，还有一些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制度，还有我们劳健保这个大黑洞，它是不是要去填等等之类的问题。但他没有摸清楚的是这些内政上的问题。而不是在于他这个飞弹打不到台湾，或是他很害怕美国的军力，这些都是吹的啊。这个会去想，以为美国这个中国打不进来，会怕美国的这些好朋友啊，好同胞啊，你们真的是很有趣哦，很有趣，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完全是螳臂挡车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要往回推去看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这次的金门事件会发生？金门事件会发生啊，其实。老师现在喝了一杯可乐，我发现我有一些 sugar high，然后有一些胡思乱想啊，我们就讲到老师胡思乱想一件事情，好不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不是现实，好吗？我先讲清楚，不是现实，我个人的猜想。在我们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个人猜想，做梦梦到的不犯法吧？是不是？所以说，老师在做梦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金门这件事情啊，是不是本来就是想要抓到对方的，只是怎么样呢？那个开船的那个将士啊，是不是玩脱了啊？玩脱了，就是说因为人哦，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人类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生物哦，就是跟人跟狗其实差不多啊。就像你跟你家的小狗小猫玩，他们玩疯的时候都会开始挠你，然后开始咬你哦，就玩疯的状态。人类也是一样，当你去狩猎的时候，或是你在去追捕的时候，你很容易杀红眼。杀红眼是什么？你就不顾一切的，就是要把这件事给达成，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在追
做梦梦到这个官兵是不是有可能他本来就收到命令，要是把这个船给扣了，或是把人抓回来，都会宣扬我们国威。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他太兴奋了，兴奋到他没有办法停下来，然后呢，也没想到对方会是怎么样，他可能要转弯或什么的，哦，所以他就直接给他追撞上去，哦，就势必要去把他抓到为止。但是他们只是没有想到，我可以把你的船撞翻，我可以把你的东西弄很惨，但是呢，我没有想到他会死人。这个是我觉得在梦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乎道理的一个事情，就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造成有人死亡。他想最多我是把你船撞坏撞烂，然后把你抓起来，然后带回台湾，然后宣扬我们国威，说啊这个我们就是有抓到越界的同胞，因为越界的大陆渔民，所以是说呢，我们一定要去严守我们的国门。那这对于现任的跟即将接任的这个领导人或者总统啦，说白了总统吧，都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力量去宣扬我们的国威，代表我们的将士勇猛。但是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没有想到会死人，如果人死了，你就要调出这个什么侧录的这些密录器。我相信啊，我们台湾的一些执行任务的一些军工人员啊，基本上他都是要去做密录器的，但为什么没有？当然后面可能过几天之后啊，我们就发现他是说啊，这个不一定是需要的啊，忘记了等等之类的。但实际上啊，我去马路上，你红灯右转被开单都要被密录下来了。你跟我讲在海上你不会录，我就觉得有一点荒谬了。这国防部也太过分了一点。所以就变成什么事情呢？就变成是说这个东西是不能够播出来了，因为你在追逐过程之中，他可能也跟上面的去回报说啊这个事情怎样啊，然后追的时候可能边骂边追啊，或是调戏人家对不对？这个都有是可能的事情。所以是说啊，这些东西是不堪入耳的，或者说不堪入目的一些过程啊，当然就不能够被揭露出来。那么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国防部的案例，就是我本来就要做这件事情，只是我没有想到会玩到那么大。那这个问题就变成是说，有一个到这个梦境来说啊，就变成一个比较可能的事情是，这件事情没办法善了，因为我们台湾的政治生态是怎么样的，搓圆仔汤，对不对？那个我看过那个你开那个什么，马自达那件事情，对不对？都要搓圆仔汤，对，银牙藤都要搓一下，是不是？哦，那你要搓圆仔汤，台湾的他们认为说做任何事情没有搓不了的事情。是不是？我想办法去搓，让大家都可以搓出来，让大家有一个缓解的空间。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搓的，但是你去搓到共产党那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不跟你搓，你就没得搓。台湾内部你可以慢慢搓，但是你对于对岸来讲，跟共产党来讲，你更没有什么好搓的了。能够搓也不用等到现在了。那个蒋中正、蒋经国这两位先生，他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是不是？他直接搓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还干嘛把那个问题留在后面呢？就是因为搓不了。共产党没办法给你搓的，因为他要就是他要，他没有人给你搓的了。我跟你讲，他们的官方态度就是这样，我要就是我要，没曝光之前，我可以给你搓，现在曝光之后，你没有什么好搓的，就是大家给你杠到底。为什么？因为有人死了。有没有百姓上升啊？这个等级是差很多的。没有百姓上升，那是等于是说我们观念性的不同。观念性不同，那就是各说各话。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今天假设把4个人抓回来了，那是各说各话，那个没有问题。还有人家说我虐待他们，那我说没有啊，是不是？你怎么证明我有呢？对不对？但是你人命没有了，那这件事情就变得盖棺论定，你就是杀了我们的百姓，对不对？这个像电视里面讲到的，节目里面讲到了，犯我中华者怎么样？虽远必诛。这件事如果共产党把它戳下来了，那么对他们的民心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你说那共产党会把这件事戳下来？第一个概率不高，第二个这是可以运作的一个题材，所以说他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说，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说老师其实之前也不知道一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我们在2019年还是2018年，我忘记了，我们在预测这个推背图的第40项、第41项的时候，为什么老师会说是2024的前5年跟后5年？现在有没有觉得有点意思存在？我可以说2023年呢？或者我可以说是2025年了，为什么我说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那个就是这个是巧合了，这个是巧合。但是这个东西的确是有可能去撬动历史的一个齿轮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现在的他们的一个之前的《环球时报》的总监胡锡进，他就开始去吹这个名气，说他有愤怒的权利。
因为它翻艇没有画面，这个是说不上来的。因为这件事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年初五，其实对岸它第一个在放假，大部分的官员在放假，好，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影片，因为如果你有影片，那可能是对方拒捕。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有可能发生这个海难，这个也不是说这个没有可能会发生，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是，明明知道它一定会有画面，但是你跟我讲它没有画面，那这里面大家运作的空间就有了。那我们的政府可能想搓掉，但对方呢想把它搓大，对吧？这个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胡锡进推出这个东西之后啊，就跟上次的裴洛西不一样，因为胡锡进为什么会下来，就很简单，他当时说要击落裴洛西的那个座机，所以说啊，过那个之后，他就被降成那个什么专栏评论员、高级评论员、专栏评论员，他总编辑的位置就被拿下来了。是不是？但他这次讲，他为什么没有事？因为这件事情是变比较大的。当然，也有人跟老师说是什么样呢？现在这个美国发生这件事之后啊，他的5艘航母啊齐聚西太平洋，好像是为了是说要避免这个事情发生，来威慑这个中国。这个是不是威慑中国啊？这个我觉得机会是有，但是实际上他有没有太多的作战能力是没有，因为这里面有5艘里面呢，我记得有2艘他是要准备除役的，加上美国现在他没有造船厂，现在是问题是美国没有造船厂。所以说，无论是在对乌克兰，无论对以色列，无论为了台海，甚至是南海之间，为什么老师一直说美国绝对不会参战？最主要原因是它跟英国是一样的，英国它的航空母舰是没有备料，它必须从伊丽莎白女王号去拆零件，然后去怎么样去维修它现在新的，然后查尔斯亲王号，是不是？它必须要拆的另外一条航母来去修的你现在正在航行的航母。美国也是一样，它现在你要做维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材料没有这么的多，加上它的一些造船厂基本上它的竞争力，还有之前有画设计图的，哦，都已经退休了，哦，人都不知道跑哪里去，有的可能去建上地了也说不定。所以说，美国的海军啊，现在是面临到一个比较孱弱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没有想到是说，他海上霸权有一天会被去挑战。那挑战他的是谁？第一个当然是苏联的后裔俄罗斯，第二个他更没有想过，既然是中国，哦，中国大陆会去挑战他。他认为他应该是可以无敌于天下的，毕竟欧洲啊，欧洲他到处去插北约的一个基地啊，哦，都是每个基地都去插一点，插一点，插一点。他就觉得我路上没有问题了，海上我现在也是王者，没有理由是说以后可以有人去挑战我，谁挑战我，我就先把那国家给打下来，哪怕用一袋面粉，我都可以把它打下来。是不是？那当然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后面的主要造船厂都跑到中国地方去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去更换它战损，如果发生战争，它的战损的一个料件。这个后面是我们会谈到红海之间有被打掉打掉这个货轮的问题。所以说现在被发现是说这个5艘航母啊，它可能就是它能够来这边一趟，但是它没办法持久。第一个运补有问题。好像之前我们在裴洛西来的时候，老师他包围我们台湾演习的时候，老师跟各位讲过，我们只要看补给线有没有拉出来，如果补给线没拉出来，他一定会撤回去。如果我们发现他补给线已经拉出来了，对不对？他舰队什么都已经站排好了，然后开始准备运补了，那个时候就完蛋了。好，各位在2022年啊，就有跟老师直播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最大问题就是说，美国它也是一样，它要运补。运补没有这么容易，你一艘航母，你可能就近，你可能从那个日本从韩国去做一些补给，但是你靠中国太近，你也不容易。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去澳洲的更远，那个更不用说，而且你另外一个地方，你北边还有俄罗斯，还有然后呢，你在靠近台之前，你还要遇到金小胖。说在这么多状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态势，在这个第一岛链的战场来说啊，那个是准战场的，不能说战场来说。好，整个战来说啊，是对美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它有战损，就等于报废，好不好？就这么简单讲，有战损它等于报废，他赶快把人救了，然后人赶快溜了。所以说啊，在那个5艘航母来之后啊，他就怎么样呢？摆拍一下之后，他又得至少又离开，然后离开他可能进行其他任务，有的要去运补，有的要去损管啊，这些都会发生的。各位不要想说船它不会坏哦。船在航行过程之中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项目，比如说你有甲板方面的，你有那个航海方面的，你有电机方面的、油机方面的、损管方面的啊，还有那个什么实勤方面的哈，对不对？这些东西每一个专业都分得很细，而且每一件事情它都有每个东西啊都有可能在航行中损坏。老师是海军啊，我本来的兵科是实勤兵，后来被打成枪反兵。
改成江帆兵啊，所以这个是很明白说海军的运作，它是在航行之中就有很多的损耗，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大海，比如说包含了你那个船舰，它可能会有什么呢？可能会有一些寄生的生物啊，就叫什么突然忘了，以前在龟壳上面那个东西，藤壶了，对不对？叫藤壶，是不是？藤壶就可以粘在船壳上，还有你船壳也会生锈，那时候你要去卡那个替塞敲掉那个铁锈，还有敲掉一些藤壶。所以很多事情啊，这航行过程之中啊，它发生很多很多的损耗，它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它这个地方待久，就必须要把所有的舰队跟运补线全部建立起来，不然的话，那个舰队出去啊，就那个航空母舰出去啊，等于就是完蛋，等于就是完蛋。当然，航母出去一定会有舰队了，但是它的损耗是太大了，没有这么容易去安排，尤其是你拉战线拉这么远。所以无论如何，美军是不会参与在亚太地区任何的战争。因为你一参与就是损耗，损耗你造不出来。现在此时此刻不如二战，二战是大家卯足全力发公债做美国队长啊，美国队长不是赚卖公债的嘛，对不对？就是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卖公债，然后呢把战做平，然后开始不断研发武器，然后百姓也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开始努力的去把这个经济搞起来。有战争的国家，它不一定经济会差，比如说俄罗斯，它去年的 GDP 就3.多，成长3.多，你那个德国你还是零还负的，对不对？那很多国家都不行，但是呢，俄罗斯 GDP 涨3.多，为什么？因为战争会促使工业的发达，因为你要打仗嘛，你的工业一定要去发达。所以说现在不是二战，美国也没有这么多可以让国家的力量去运作的东西啊。比如说各位有看过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对不对？他的炮弹为什么每一个打得准？他故意的是没有错了。但是呢，你也看到他后面的跟随的工业是很多的，应该听过吧？那个辛德勒的名单，我不晓得中国跟台湾是不是一样的名称。就是辛德勒名单，他专门就是一个美国的军火商，去收留很多的犹太人。那所以这个状况就发生，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让他的后面有后勤可以去运补无论是德军的，或者是俄罗斯的，或者是美国的，都是一样，他就必须要有这些国家的力量来去控制这个军工设备。那现在可以国家力量去控制军工设备的，第一个是俄罗斯，第二个金小胖，第三个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地区。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就发现是说，现在基本上两岸之间，它现在进到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地步。危急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只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是会不会因为趁这件事情，然后让对方下定决心，反正早做晚做都要做，我不如现在做。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地区是比较担心的，所以说我们发现大家最近在网易去看这个就是会见那个布林肯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来了。这是两岸问题，包含金门事件，你们都没有来跟我讨论的空间，因为这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一切都是内政去解决，包含了我们看到最标准的是什么？标准的是泰国跟缅甸，他们都有发生过内乱，对不对？泰国跟缅甸都有发生过内乱，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去介入这个内乱。哪怕美国零元购，那也算是个小内乱，不算大内乱，算小内乱。但是这个联合国公约就是一样，我们不能去介入他国的内乱除了一个国家之外嘛，那个伟大的灯塔之国他就专门介入别人的政治。但实际上来讲，这个各国国家它的内政是不容其他人去干预，你只有在国家跟国家的利益去抵触的时候，联合国才要出来去协调，是说你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干。但联合国有没有强制力呢？对小国家有，对大国家没有。比如说美国他到处退群，或是长臂管辖，联合国有没有批条？没有批条。那俄罗斯要去打乌克兰，联合国有没有批条？没有批条。以色列要打巴勒斯坦，联合国有没有批条？也是没有批条。为什么没有批条？因为大吃小没烦恼，你有影响力，你有钱，那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商量、跟退让，还有特例的去进行。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整个态势其实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布林肯他去跟那个王毅会面的时候，所能够知道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当然，台湾为什么会这件事情会发生呢？他为什么老是会做梦到说这个事情是本来就让它发生的？当然，里面包含是我们之前在其他新闻所看到了什么，看到这个 M503这件事情。M503这个航线的启用还有我们的执政党是要求是说6月以后不能组团去大陆旅游，然后饿死我们这个万恶的共产党，对不对？想饿死他们行不行？这是我们的态度，因为除非你把我跟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不然的话呢，我就饿死你，是不是？你们都没茶叶蛋吃的，那我们的人不拿一些钱过去花，我看你们就得怎么样呢？就得10个恒大都要破产的，对不对？太可怕了。所以这是一个表态，只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弄出人命，没弄出人命这件事情就没事，弄出人命这件事就有事。所以说这个有些很多事情是很巧合的一个事情，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不是只有 M03，也不是渔船有没有越界的问题，而是在于是说，他如果我们现在政府的表示态度就很简单，要么你就是我给你钱啊，你就用钱买2条命，要么就是我们继续敌对，反正我后面大哥在，你也不要想对我做什么。就变成是说呢，本来是说还有大家可以对下一任政府或是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些继续有没有可能啊，再进行一次磨合，或是一个模糊的一个交流，然后这件事情呢，我们把它延后到后面的人去处理。但是现在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你两岸之间，如果因为这个人命的事情，好，然后你就是让两岸的民众的敌对意识升高，那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善了，因为用钱你要去买这2个渔民的命。就算家属同意都没用，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家属同意都没有用，因为家属比较不容易同意，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政府也会去运作，对不对？你要同意，那可能没有办法的事情。包含后来2个渔民出来开记者会，台湾就有一些特定的媒体去煽动，是说，那你在我们这里说没事，你回来那边说有事，你翻供啊你？废话，谁不翻供呢？一个姓向的在台湾也是说千恩万谢。离开台湾之后，嘿嘿，开玩笑，那姓向的有给台湾一句好话吗？当然，谁都一样。要是你也是一样。你命转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你都马说好，没有问题，你说的都对，对，你说的都对。回到你家的时候，回到你家地盘的时候，开玩笑，我还理你这一套，是不是？说翻供的是一定的，你让他活着回去，那就是一定翻供。其实。说的一个比较不应该的啦，就是要是真的是弄出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些黑手还没有够决绝，要就把4个人一起去种阎王，你就没有消息了，完全没有记录，对不对？那你还可以有办法去讲，但是你留我2个活口，怎么说都别人去对哦，怎么说都别人去都是对的，但是这个是不同的面向去看的，不是说他们要不要留活口的问题，这是老师个人觉得是说做事情，要么你做绝。要不然你就一开始你就不要把事情闹大，这个事情是比较有趣的。而这个除了是说台海之间我们在猜测之外，难道其他国家没有紧张吗？当然，全世界现在其实都还蛮关注台海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是其实在海外的一些媒体是比较关注的，只是我们台湾的媒体只有特定的几台，比如说某天啊之类的，对不对？某 T 啊之类的。他们可能会比较吵比较旺，但是很多媒体是把它掩盖掉的，甚至用一些很奇怪的讲法，说你跑到我们海域里，我们把你打掉，不是应该的吗？这个就有些事情就是比较特别。而现在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就包含了日本也在注意这件事情。日本现在又加紧的去演练了怎么样疏散冲绳的居民，疏散冲绳居民。上一次在演练疏散冲绳的居民是什么时候？2022年8月以后。是不是裴洛西来之前，裴洛西来的那段时间，不是之前，是裴洛西来那段时间，日本也在去演练是怎么样疏散冲绳的居民。为什么？因为首当其冲就是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整个世界是非常在紧急在去应对这个台海之间有没有可能把它一次把它完成，跟真的一样。那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数，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变数。而实际上来讲，老师个人是怎么去看的呢？其实这个东西老师还是认为2024年本来就是一个转折点，哪怕这几天可能就发生了，可能假设举个例子来讲，明天就发生战争，我都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迟早要发生，现在只有在等它要不要让它发生，而主控权不在我们中华民国手上，而是在我们后面那个朝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上。这个是一个还蛮现实的事情。而当然之前我们有听到是说在那个初5之后然后就放出一些消息怎么样了，就是高中要开始组那个应变队。当然有些家长就紧张了，就是说现在难道都用娃娃兵了嘛？是不是高中生就要开始准备备战了？好，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玩脱了？其实各位这个事情蛮有意思的。事实上我们不敢说什么，各位应该是至少我猜了，应该是38岁以上的一个台湾的有念过普通高中的一个同胞，你们应该都有记，我们的军训课本来就是要备战的，好吗？我们高中是有打靶的，各位你知道吗？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但是我们高中的时候是有军训课，然后是要这无时无刻去备战的。那女生要学护理，男生要去打军训，对不对？让老师以前高中在男生班，然后我们就整班就跑去打靶斗军训，没有人上护理的，因为我们男生班纯男生纯爷们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是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成真？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但是备战这个现在是，其实在过去是一直有的，只是现在整个台湾在准备一些民防的作战的准备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是说，这个事情哦，这个时间点它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近，而且是不可逆的。之前老师在总统大选前有跟各位说过，无论谁选上，这中共收台的打算是不会改变的，谁选上都改变不了这件事情。言犹在耳，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今天哪怕是侯友宜选上了，哪怕是柯文哲选上了，今天金门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各位觉得会不会发生？还是会嘛？因为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我们蔡总统执政的时期嘛，对不对？那海委会主委还是那位管小姐嘛，是不是？所以说无论如何它都会发生，有没有道理？老师有没有吹牛？没有嘛，因为它就是会发生，发生不是在我们赖总统的身上，而是在我们蔡总统身上。说谁选上这件事都会发生，而这件事会引来什么状况，绝对对于我们的国防跟我们统一的时间是有加速的效果。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好吗？好，我们看各位什么事情哈，再有什么问题哈？好，感谢大家哈。当然有些朋友觉得是说不自己打仗，这很难讲啊。老师觉得这个现在问题是很大的，个人觉得问题是很大。有朋友讲说乌俄战争什么时候停止啊？我们下一段要讲乌俄战争，好吗？下一段讲乌俄战争。日本有台积电的，熊本那边呢，听说是整个经济起来啊。我觉得哈那个东西，我觉得日本人到最后会吃一个闷亏了。怎么说？你日积电在日本啊，你盖成了，跟你实际商转到很顺了，你还有大概2、3年的时间，没有这么容易啊。就他日本人很会加班也是一样，你要运转这个日积电啊，其实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它还需要一点时间，至少2、3年应该还是要的。哪怕技术在那边做个 back out 了，那实际上你要去做运转也没有这么的容易，也没这么容易。所以说，日本如果花那么多钱，好去补贴这个台积电的日积电的这个熊本厂，然后呢给很多的租税或者是很多的一些税各种地方的一个补贴，到最后啊，我觉得2、3年之后啊，你还是被中国打得完。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进展太快了，它进展实在太快了，快到是说2、3年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把台湾打下来，那么1到3奈米的技术他一定可以掌握。第二个当然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就算没有收台湾，2、3年也足够让它进到3奈米的一个地步。中国在2、3年一定可以进步到3奈米，因为它现在5奈米是可以做，哪怕是重复曝光，它未来2、3年之内一定是可以做到3奈米。哪怕是的3奈米，我说的是可以量产3奈米，那1奈米可能它还需要一些的实验，但是我觉得对中国不是什么问题，甚至它可能研发出一个新的材料，对不对？新的材料可能碳基的，它真的做出来一个全新的半导体，甚至有没有可能在10年之后或5年或10年之后，它弄出来一个那个什么全导那个什么什么叫什么名字啊？那个无电阻那个全导体都有这个可能的状况。所以说这个日本呢，我觉得他太乐观了。那个熊本厂一旦开了，觉得是说整个振兴日本的经济啊，我觉得日本会玩脱了，因为他进行的太晚了。他如果早5年，不要说早10年了，早5年他可能还有利基。你现在再去做，我觉得这个利基不是很大的问题，好吗？和平统一不会皆大欢喜，和平统一只有部分人会欢喜。我告诉你，大部分人不会，这样至少1半人不会欢喜，至少40%人不会欢喜。这样能不能懂老师意思？和平统一这件事情不会有很多人欢喜的。任何的国家被统一啊，都一定会有一些抗拒的力量存在。台湾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的事情，好吧？你不要说像夏威夷这种自己投怀送抱的那个比较少。那就算德州要进那个共和国，它也是一样啊。德州要进共和国，它也是签了弹书啊，对不对？没有人说统一是一定会觉得很棒的，好吗？很多人不知道金门事情多严重，那没办法，金门事情是极端严重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引发两岸战争的事情，好吗？10年前，金门的部队移到澎湖后，澎湖一时为了就变成全台第一。阿兵哥很会花钱，我跟你讲真的，我们没有地方花钱了。当然我是没有办法花钱了，因为我以前被兵变的时候很惨，各位知道吗？我去兵变，我在当兵的时候，这个当时的女朋友怎样呢？她跟别人睡之外，然后还因为我强势说我在外岛，我说我就把我的存折给她。现在想想真是愚蠢，好久我没有儿子，不然我就把儿子做一样事我就把他打死。他把我存折拿走，然后呢，他就每个月跟我分手了，然后每个月还去领我的薪饷，拿去花，跟他新男朋友花。哇操！不是我没花钱，是我他妈没钱可以花。
都被他花掉了。后来想尽办法拿到了身份证，然后好像我用了很多的方法，在退伍前总算把那个账号终止，然后总算让我可以开始用，不然他真是很惨的事情，真的没办法领钱。所以大家那种当阿兵很会花钱的了哈，这很厉害的。啊，感谢林冠赞助哈，感谢 David Wang 赞助，感谢大家的赞助哈。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有战捧个战场总可以吧？好不好？好，先感谢一下赞助的朋友，感谢秋夏赞助，感谢秋夏赞助，谢谢哈。感谢 CYK 的哈，感谢 CYK7 赞助哈，感谢你们的赞助。有钱捧钱场，有人捧人场，好，然后卖药的，这才是真心感谢各位的参与了，好吗？美国问题是很大哈，房价下跌是坏事吗？不是坏事，因为我没买房，跟我没关系。哦，所以说我跟各位讲，那个买房这个事情真的是不着急啦。而要是我跟你讲，真的不着急。这5年前我到处跟别人讲买房你不要着急，尤其中国到处去巡回演讲，说你买房不要着急啊。每个人都说啊，陈老师你不懂我们这边，我们买房啊，这个放它就会涨价。我说你现在放着，你3年之后你就想跳楼，嘿，买了，不用3年，2年就想跳楼了，好不好？连建商都跑路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赔太多了。哦，现在是密录器大陆制，哎，实在都是假的了，好吗？美国造船厂 Newport 在厂长过了不如1980年，这是实在的啊，这是实在的事情哈。那个造船厂有造船厂，跟他有能力造船，造出航空母舰维修这种厂是有区别的啊，那个是有区别的事情，好吗？美军有可以计划来维修美国军舰。哦，有这个想法是很好了，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很好，但大概他修完了没？印度的自己的船出去都要沉下去了，美军给他修，我真觉得美国心很大，不错。哦，台湾打造去香港居住吗？不会的，不好意思，我不会去香港住，因为我以前在拜师在香港，我有一个尊师啊，他在香港，他是香港人，我被他折磨得快吐了，太痛苦了。我没有这么痛苦过的拜师过程，真的在他手下，我真的是有够痛苦。我说对香港没有什么好的联想，因为太痛苦了。他骂起人来真的是广东人都没骂他，没他凶我很受伤。那个香港师傅让我很受伤，说不会去香港住啊，香港也住不起啊，消费太高了，好吗？而且语言也没有那么顺，所以说就不会香港。会去哪里呀？不知道呢，搞不好我继续留台湾。也搞不好我去大陆住也说不定啊，都有可能的事情。不知道大陆毕竟我有公司嘛，是不是还可以运转一段时间，对不对？好，感谢大家哈。还有什么呢？3奈米以下制程需要用，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个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事情。那谁知道中国它的华为手机里面有5奈米的晶片呢？对不对？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怎么克服了，好吧？我不知道怎么克服，但是我是一个算命的嘛，但是我相信那么多人才，那么多的天才，一定有想法克服的办法，好吗？厦门的解放军一样的，会赚钱嘛，会花钱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就过了哈。说金门的事情啊，各位在台湾的百姓你要去注意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在一夕之间风云变色？而且我们要去注意第2件事情，就是现在所有谈判呢，是不是有可能在拖延时间，拖延这个时间？台湾想拖延时间，让这个事情淡化掉。大陆有没有可能拖延时间，让他自己好像在谈，但实际上他在秘密的去布军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哦。拖时间不是只有我们会拖，对方如果也有意识来拖，那这个事情是很难办的。而且各位要去注意，对岸来的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官员，他们派来谈的是什么？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它并不代表官方身份。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派的是非官方的官员啊，红十字会里面的官员，那个叫做民间组织的官员啊，不是政府官员，不一样。民间组织的人来谈，他谈的事情不代表中国政府，所以说他不需要跟我们做什么承诺，他也不需要给投鼠忌器做什么事情，他更不把我们当成一个政府机关。所以这个在用红十字会来谈的时候，整个事情就会差了很多。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如果既然派来是他们的是什么？是福建市的一些委员，那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可以协商的事情，因为他官员来了啊，这个事情代表他们很重视，那大家高度是差不多。他今天派来是红十字会的人，那这件事情就很简单，我就有可能打个牺牲打。这些人来谈根本就不是来谈出一个结果的，就算觉得这个条件很好，他也会说不，或者他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公文上或者在公务上要去刁难人了，那个是太容易的事情了，好不好？这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是说，如果他是为了谈而谈，不要说谈6次的，你谈60次他也不会过。
那么如果他们在那后面已经整军备战了，红十字会人肯定也不会知道。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知道是说这个情报到底是怎么流转的。哪一天他们谈完了回去再来的时候，如果是解放军，这也都不用意外。而且我相信金门马祖的乡亲是很快可以明白自己不用陷入到我们台湾岛的人的战火。这个结论，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去选择。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争议，毕竟它两岸离的是很近的，那个没有什么影响。把台币搞不好原地换成人民币，他们可能就有管道了，对不对？那这后面他直接陈兵到澎湖，或者整个包围我们各大港口。那个裴洛西他离开台湾才没有多久，我们就被包围了。那他们再包围一次，这次又是有备而来，很多事情很难说。不要以为是对方没有武力的能力，他们只有在想我内政要怎么处理。如果他们想清楚了内政要怎么安抚百姓，我告诉你，打下来那个是分分钟的事情，好吗？拖延不能拖延，金门海巡执法就都没有，是这样的一样的意思，好吗？大陆哪个地方生活，有到哪个地方生活住适合我？适合我吗？不是适不适合我，是我哪个地方住得起，好吗？我要有钱我才能住啊，对不对？对，北上广我住得起吗？你开玩笑，那边连天桥都没有，我去摆摊算命的地方都没有，还被取缔，为什么？封建迷信，对不对？抓你的，开玩笑，把你抓起来。不是我要去哪里生活，是哪个地方我活得起啊？这个到时候再看吧，好吗？杭州我可能活不起啊，太贵了。云南也可能活得起，但是杭州我可能活不起，好吗？欢迎到大陆住后哪里比较好？哪里比较好？哪里比较好？哪里你有钱哪里都好，你没钱哪里都不好，好不好？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好，我们现在不浪费时间了，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啊，它包含了是说在红海的地方啊，它也是一样有这个战争的有这个炮火的声音的，因为它战争本来就在持续了。就包含什么呢？英国它的一个贝里斯号贝里斯级的国旗啊，他们是被袭击的贝里斯级的。等于是说呢，它上面船上载的是一个危险的化学肥料但是呢还是一样就把它打下来。为什么打下来呢？因为很简单，你只要不是中国的船只在红海跟欧美有关的，它可能都把你打下来，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打下来了，你看，其实这个里面包含了它已经跟欧美的船公司是有关系的，那个国籍不是很重要，重要是那个船它的一个实际的 owner 是谁，对不对？它的 owner 的话，就一定是跟不是美国就是欧洲的公司嘛，只是这个船的国籍可能是贝里斯。那但在这个状况，你的胡塞组织他去攻击，他一定要把它打沉。所以是说啊，这个里面也有人去评论是说，包括英国的《金融时报》去评论是说，这个他们有能力去把这个货轮给它打下来，把它打沉了，代表是说这一段时间那个欧美英联手去给胡塞组织这些精准的打击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他们还是有实力去攻击到这些货轮，而且让他们是防不胜防。所以现在到后面我们才看到这个货轮的这个航运啊，什么都开始产生了很多的变数。当然他们也去要求是说，是不是可以委请中国的船公司啊，去帮他们运送这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物资，比如说刚刚被打掉那个是一个化学肥料啊，还有一些基本民生物资。但是中国当然也是不愿意啦，中国的船公司也不会愿意啦，因为虽然国籍挂中国，但是谁都知道你们载的是你们的东西。是不是在你们的东西，对方就可能会生气，对方一生气，那个飞弹不长眼，打下来的时候大家一起死，干嘛呢？对不对？所以中国的船公司也不是很愿意去接这些欧美的货，然后往航海这边走去，这就变成了大家都必须往非洲好望角的地方绕一大圈，你才能到过欧洲去做运补。这个东西啊，当然跟乌俄之战是有关系的。回到乌俄之战啊，这乌俄之战它现在已经进行了2周年，2周年了，它难民数产生了多少呢？这个是有官方统计的这不是老师统计的这个是有官方统计的就是呢，乌克兰它在打仗之前打仗之前大概是2022年的1月吧，乌克兰的这个百姓的人数大概约4113万人，这4113万人。那现在呢？他从这个4113万人里面逃出了是有记录的，代表说他们有登记到海关登记过的，说我是乌克兰难民，我要跑到你的国家去避难，跑出去的人有647万9700人，因为是官方数据嘛，所以老师就有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个资料。
那么目前难民数呢，就超过了1000万人，约1017万人。而这个什么呢？而必须在现在还在乌克兰国内去等打仗的，有统计的，但去年就2023年12月31日的，就是说他从乌东跑到乌西的，这种还在乌克兰境内的一个难民，大概是368.9万人。等于就说这很简单一件事情啊，泽连斯基都说了，什么样的？他们乌克兰人已经打掉1000万了，他是口误说出来，但是实际上也打掉了1000万。那这个里面最大的转折点，当然就是我们知道的，他的一个要塞堡垒啊，就被打下来的。那本来他们在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这个地方，俄罗斯军本来就要停战的，就是说这个两个地方，跟我们之前预估的一样，就是说他就宣布这个两个地方变成独立国家，然后我们就停止了。那你们也不要东扩了，好吧？我们找一个中间的缓和地带就可以了。当然，英国跟美国就后来就敕令了泽连斯基，你不可以同意要打到底，我们支持你，对不对？给你钱，给你炮，你就跟他打到底就对了。所以说，这个俄罗斯的普丁才会继续去攻击，然后在不断的攻击，不断的鲸吞蚕食啊。现在整个乌东地区基本上大概就算是一个沦陷的，就是马里乌波尔之类等等地方它都是已经吃掉了。吃到这个地步你说乌俄之战会不会结束？乌俄之战到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状况了。我们之前讲的状况就是什么样的？俄罗斯它会在这个整个占领完都市里面开始换上正规军，然后开始建立防线，然后开始去做这个里面的一个整装待发，就说我新国土在这里了，要么我们谈，要么呢我们来拖，看谁过得比较惨。但是现在比较危险的状况是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呢？是普丁他已经声明了，我现在决定打到底。各位，你们没有听错这件事情，普丁他就跟大家去宣布，我的核打击武器已经完整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两个选择，第一个，你现在跟我投降，然后我们到此为止；第二个，我就打到底，我不拖了，我就给你打到底。怎么打？我的武器在这里。为什么？普丁也要选举了，选举的这个害人的东西，各位说对不对？而且普丁要选举，他必须展现他强人的一面，而他准备好核武器的状况之下，代表俄罗斯人不会被别人所欺负，就这么简单。拳头大，你可以看我不爽，但是你没有办法拿我有半个皮条。所以说，现在普丁他现在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亢奋。为什么他要选举？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来去强化他自己的声量。所以他已经准备好核子武器了，他就不是要跟你谈的状态。你现在只有投降，对他投降。对不起，我错了，你拿走就拿走吧，我们到此为止，结案。要么就是你泽连斯基，你就跟我耗到底，那我把乌克兰全部吃掉。到现在的俄罗斯它是有这个实力的。为什么？因为各位要知道，这半年其实是打起来的地方，除了那个堡垒城市，它是打的比较惨烈，是一个绞肉机战场之外，你要看其他地方的一个部队，他们是在固守的状态。你在固守的时候在固守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税收开始补足了，你的兵员开始补足了，你后面已经在训练士兵，已经可以开始上战场了。所以说，他现在拖这个冬季其实对拖到这冬季，而且到夏季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越做越激烈，因为他后勤已经越来越强大了，而且已经事实上已经证明了。西方对他的制裁基本上都是完全无效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他 GDP 有3点多的成长，等于说俄罗斯它的国力是越打它越强。就像什么呢？就像过去那个六国要去打秦国想把秦国消耗掉，但是谁知道秦国他妈越打越强，对不对？越吃越强。就像那个成吉思汗就去西征花剌子模，对花剌子模的这个苏干摩克莫，他就说我们的那个波斯帝国这么大，是不是？你把你拖进来，然后呢，你让你这个分兵多线，然后呢，你就可以被我们一个一个吃掉，是不是？因为把你们分兵了，你们就力量没那么大了嘛，你们是野战部队嘛，对不对？合则强，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吃掉了。谁知道？成吉思汗打进去，然后呢，每一个城市吃掉，然后就把当地人变成了第一线的那个炮灰兵，往前冲，他的军队就越来越强大，对不对？这个事情就会发生这个事情，就是你两个国家，你的一个策略一旦错误，你觉得整个战场上的格局就会转换掉。所以说，你现在乌克兰，你现在要怎么样去跟俄罗斯打没有用，因为人家打了鸡血，他现在是有可能把整个乌克兰都吃掉。如果乌克兰再不投降，他是有能力吃掉乌克兰，因为普丁他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手叫什么？叫做金小胖。因为金小胖已经承认他们现在的一个国家的状况很差。他承认国家状况很差呢，是因为他开始懂得自我反省嘛？所以你就不用去想这件事情了。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的国内经济很差，代表是说我现在被你们制裁的我没办法了，我要破罐子破摔了。我不是无事生非哦，各位你不要误会哦，我们金氏家族绝对不是无事生非，只是我真的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你们又不解开，那对不起，你不给我，我就用抢的。可以懂老师的意思吗？说金小胖，各位他说他自己过不下去的时候，那是一个蛮可怕的讯号。你觉得他会去打中国的鸭绿江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他去抢鸭绿江吗？不可能嘛，对，打大东北嘛，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再进行下去，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在乌俄之战里面啊，他们是不断的获得了欧美的一个强力的援助。我们台湾地区就要去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乌俄战打2年，它已经消耗了欧洲跟美国多少的国力、多少的金钱，而且他们的土地是接壤的，也就是说，欧洲那些波兰什么样的国家，它是跟乌克兰的土地是接壤的，所以说他们任何的武器是可以从路上不断的运这些军火炮还有钱，不断的运进去乌克兰里面，他都要打2年这件事情搞不完。台湾四面环海，北有俄罗斯，对不对？南海又是别人的，是不是？今天真的打起来了，那么我们完完全全直接进入了项羽霸王的最后一战，四面楚歌的垓下，因为你根本就无处可逃，完完全全的被包围。所以说，无论是说那什么战争都市、那个堡垒都市的阿夫迪夫卡，沦陷之后，那其实就很明确确定，乌克兰他现在在撑，到底是用政治力想办法继续拿到最后一块的巧克力或乳酪，然后再离开，就跟什么呢？就跟那个伊朗的甘宁老师一样，对不对？这个甘宁老师他就拿了钱就离开逃亡了，还是说他真的是要去破罐子破摔？你让俄罗斯把乌克兰吃掉之后，你欧洲你天天睡觉你都睡不好，为什么？因为乌克兰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核子武器布防到边境，因为你少了一个乌克兰的一个中介点之后，他为了防御北约，因为北约本来就是为了去防御俄罗斯，那如果乌克兰被吃掉了，那么他就当然是说我已经跟北约接壤了，既然接壤，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把我核子武器摆这边，你们碰我一下，我就让欧洲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俄罗斯是有这样子的实力跟底气，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去想，美国会为了台湾跟中国开战吗？他会去花任何一个美国大兵的生命去跟中国去开战吗？为了台湾跟中国开战吗？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在这个状况，阿夫迪夫卡在这个俄罗斯他去进攻的时候据说他损失了16000的兵力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蛮残酷的一个战场，因为俄罗斯如果他损失1.6万的兵力，那对方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新兵不断的送上阿夫迪夫卡，那么损失的兵力可能就是俄罗斯的5倍到10倍，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在看乌俄之战，现在乌军是绝对的困境，弹药也不足，因为我们美国已经把弹药全部都转到乌克兰那边，但是你要选举了，共和党一定不让你去。加上我们台湾跟美国要购买这些军火，最快要到最快就如果不迟到不延后的话，是2025年我们才有机会可以拿到。那么如果你是中共，你觉得你2025年你就有可能更多的武器，增加我收台的难度，那今年是不是危险度是很高？贵东老师的意思吗？今年危险度是不是很高？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欧洲它现在也发生的是说，你现在美国的力量是越来越弱，说它就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要去做一个军工产业，而且是欧洲国家他们自主由欧盟出资，还有各个国家里面的成员国一起研发的一个军工产业的生产队。他们也希望借助到德国跟法国的一个军事实力来建设这个核威胁，就是他们把自己核子武器的力量更加的强大。所以是说，你俄罗斯他吃掉了乌克兰在边境布防，一旦打起来，就是西方世界全部毁灭。亚洲不一定，那西方世界一定会毁灭。我相信中国不会去参加，就一起去轰，因为轰也没用。真的活下来，大概只剩下美国跟中国，还有非洲大陆这个地方，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好，那这个部分来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俄乌之间跟台湾之间的问题那其实，在后面我们本来谈到川普了，不过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川普先生呢，他现在已经初选已经胜利了
那很多朋友就说啊，老师我们等到了啊，因为都是很多里外的这个同胞啊，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川普上任了，他们还觉得日子比较好过啊，他们觉得支持川普。我觉得说支持川普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啊，也不要误会，我不支持拜登，我也不支持川普，因为你是你们国家的元首，不是我的。但是要记得，川普老先生他还有官司要去卡，3月开始他还有3、4场官司要去过。一个不过他就不用选了。你就算是初选过了，是你们党的初选过了，你有没有参选资格，那是后面的事情，好吗？还不一定。但是如果川普上来，我告诉你，世界会更加混乱。为什么？因为中国会更加强大，俄罗斯也会更加强大。因为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一个自我封闭的一个超级大国，它只会让外面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因为你不出来，我们就打得更快速。我们要做了一个任何的布局就更快速。等到川普如果真的上任了，他4年还不用做完，他就发现世界上已经不是美国所能认识的世界。如果美元真的会有一天它失去世界货币的领导地位，变成一般型的世界货币，那七成以上的几率会是在川普手上完成。如果这件事会发生，在今年会发生，那一定在川普手上发生。为什么？因为封闭的国家它就没有世界威信，没有世界威信，你就没有做世界货币的一个权利，这是很正常的，好吗？好，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哈。这个我按看。杭州哈，如果搬到大陆住哪里比较好？那他没什么问题，就到现在大家没什么问题，这个是。讲完大陆完全大陆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好，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啦，其实在现在整个世界上，其实对整个模式啊，是一个不大理想的一个模式啊，我们一定要特别去小心啊，特别去小心这个事情，好吗？赶快回大陆哈，回大陆哈，我回大陆我有钱了，我没钱我去个嘛，去个包，不赚钱去海南哦，那我有差钱的，你知道我差钱了，我没有很会赚钱，你知道吗？跟我们九指导老师很不会赚钱，对不对？那个没有什么收费的项目。啊，这个是比较糟糕的，好吗？贝里斯前的是英国洪都拉斯，好，但是他现在是贝里斯嘛，对不对？台湾政党如果流亡会捐去日本还是捐美国？日本不敢收，他一定是周游各国，跟我们伟大的这精神导师达赖喇嘛一样啊，他可能会有一个人给他建立一个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或台湾国流亡政府，但是没有国家敢收留他了。我说白了啦，你最后只能到处流来流去，你没办法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注意一下，然后到处去，然后时间久了也没人记得你了，因为你不是精神领袖，你只是一个流亡政府。纳卡共和国我们讲了3年，到底各位有没有记住它原来在哪里呢？你一开始就不知道，以后也不会知道，可以去了解，好吗？乌克兰西部会不会波兰匈牙利给吃掉啊？有困难，因为如果波兰要去出手去吃掉乌克兰西部的话，俄罗斯打的一定更凶，好吧？俄罗斯打的一定更凶，他直接给他打下去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仇视的哦，本来就仇视的，所以说只要波兰那些小国敢去吃乌克兰西部啊，那俄罗斯的部队立刻就杀过去，然后那个什么锆石导弹带核弹打过去都有可能，好吧？那没那么容易的事情。在收台前，日本两岸三地的人会撤侨或主动离开很多人吗？这个事情我老师做一个修正哈。老师之前说啊，你什么时候你这个事情会变成是说两岸之间打仗会有很明显的讯号？老师之前说啊，就是撤侨，尤其是美国人的撤侨。但是老师现在要修正一下哦，这个美国人他可能你没有办法掌握这个情报，为什么？因为这个北斗的手机，华为手机啊，以及还有中国的习近平啊，他大力的铲除内奸，然后铲除这些汉奸啊，能够算是汉奸吗？叫做什么叫中奸？啊，就是被 CIA 所吸取的。无论你之前是你爸爸是红军的谁，或是你是多伟大的一个革命军之后啊，没有用哈。该上吊的上吊，该消失的消失，该清算的清算。各位那个记得姓秦的吗？老夫子哥身边那个姓秦的吗？那个姓秦的那个已经消失了，在哪里是死是活不重要。管你是不是位高权重，对不起，你该消失的时候，你就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上，空气中不会有你的味道在的，哈，不可能有这个事情。所以当他清算掉之后，他们内部的这些反中这个一些 CIA 的眼线之后啊，他们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各位要去知道，整个形态已经不一样了，就包含了这个哈马斯，他为什么可以发展5000多发的火箭弹，然后打到了以色列，然后掀起这次的以巴之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用苹果手机，也没有人用安卓手机，他们用的就是华为手机，这个是有拍到的，因为他们走出来手上拿手机是有拍到的，所以说没有人可以知道是说这个情报是不是可以完完全全到美国所掌握。
所以说美国他不一定可以知道是说中共什么时候出手啊。为了让这个事情更稳定，甚至可能就是完全封闭消息，直接出手，直接打到台湾，那你连撤侨的机会都没有，可以懂老师的意思了吗？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之前2年前讲的就是跟你讲，是说美国人撤侨你才要担心，美国人没有撤侨就不用担心。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了，然后你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你撤侨的事情可能来不及发生，这个战争可能就结束了，好吗？这个是比较大的差别。美国未来可能出女总统嘛？说 everything possible， 好吧，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事情，没有说不可能，都有可能的事情，好吧？那一定有人问老师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就是还是一句话嘛，保险该买的买一买啊，那就是粮食该准备的准备一下。我相信不会撑太久，真的有打也不会撑太久了。但是呢，物价也可能会波动。那你一些存款你也不用担心，好不好？这个经济的问题啊，永远是这个共产党他第一个要面对的事情。因为如果他把台湾收了，那第一件事情是你台币对成外债，哦，对了外债，你币值不能够太波动。他可能直接把它换成人民币都有可能。好，这个台湾的案子啊，跟香港是不一样的，跟香港是不一样，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呢，你这个房子啊，或者是存款啊，我觉得危险性是不大的，因为你把台币变成像旧台币这样无限制的通膨到已经无法购物的状况的话，那你要怎么去清偿你的外债呢？你的公务员体系呢？你的军人体系呢？你的警员体系呢？那你军工教都没有办法去维持的时候，你发的薪水根本买不到一块面包的时候，那你整个国家，不要说国家，那个时候被打下来不是国家了，你整个台湾岛地区就完全的混乱，那你怎么去治理呢？所以说，其实该准备就是小准备，你不用太去担心这件事情啊。房子还是房子，那你的钱还是钱，然后那应该是可以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就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啊。怎么名嘴说的会变成焦土一片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概率不大了，那至少我从推背图里面没有看到了。这边图里面我没有看到政权的转移，我相信这个速度是会蛮快的，好吗？不要担心币值的问题啊，币值上刚讲过呢，没有什么好担心，大概就是这个状况吧，因为他一定要去准备到这个外债还有民生之间的问题他不会放任的，像那个民国初期那个旧台币换新台币一样，那个就是非常混乱，那这个事情再不会发生。在危险区，中国人是原地不动还是什么？等着撤更好。这个中国没有中国没有危险地区，好吗？中国没有危险地区我说实在，中国没有危险地区。台湾的飞弹你要打到中国去，那是可以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防空设备啊。台湾的军火的数量没有办法铺天盖地的射过去这个哈马斯有能力台湾可能没有能力台湾的弹药库的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走的是精兵政策你要去有这么多的地方去部署这个状况也是很难。所以我相信我们台湾的军人都是很有血性的，很愿意去防御国家，甚至是抵抗外侮。但是你面对到这个压倒性的时候那就很难了那就很难了。他去攻击到对岸，他可能没有这个实力这有困难的事情。打渔船可以的，你要真的打到福州本地你打过去一个，别人回来100个，你怎么打？那完蛋，好不好？股市会影响吗？股市是一定会有影响股市是肯定有影响的。中国这次的股市大暴跌，然后后来就抓了几个做空的人你谁做空就把你抓起来，对不对？他直接把你抓起来。所以老师现在的那个中国的那个指数赚爆了，老师那个这笔投资真他妈赚爆了，赚多少个你知道吗？上次我跟各位报是我赚了28%，我告诉你，我现在赚50%啊！我所有投资里面那个赚爆了这一次，美国那个 COVID-19 我还只赚了18%而已。这一次中国暴跌到底的时候，赶紧入场，对不对？我还入晚了，我晚一天入场才赚50%，对不对？赚太少了，好不好？这股市是一定会有影响的啦，但是呢，这个股市影响，如果你放重仓，你当然就会很惨那个股市大概是还蛮惨的事情，但是股市并不是全民参与嘛，我们股市基本上不参与的人比参与的人多。会玩股票的人真的是当冲的很多，然后呢，你说长期投资的或者做什么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所以说影响的是有钱人百姓。对，像老师买得起股票嘛？可以买1张2张的那种10块20块的鸡蛋水饺股可以，实际上我们是买不到的，那个是买不到的事情，好吧？好，那好了，今天耽误各位多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一样跟各位先告知老师在3月3号还是4号的时候。我会离开台湾去中国出个差会待的比较久一点待比较久一点，因为中国给我一个很大的考验是什么呢？我这边不怕跟各位讲，我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鸟毛的事情。
我在中国是有商标的，然后是因为念法务的嘛，所以我有商标的。我说我们乾坤门三个字是有商标的，哎，你不能乱用，乱用我告你的，我告诉你。然后呢，我乾坤门这三个字的商标啊，我要去授权给我公司自己去使用。我的商标授权给我自己使用，中国的那个某信集团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你怎么证明你这个商标持有人啊，你也是公司的老板，你怎么证明你是你自己授权给你自己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证明你自己可以授权给你自己商标，除非你去找当地的公证人，公证可以证明什么？你自己可以授权你自己去授权你自己公司的商标。我的公司还是独资，我就是登记的老板，然后呢，我必须去中国去告诉公证人说，我自己授权给我自己公司的商标。那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自己写证明都不行哦。他一个公证人说，你证明你自己是你自己公司的商标，授权给自己公司的商标，那很妈鸟毛的问题。我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很鸟毛的问题，好不好？真的是莫名其妙啊！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啦，真的是妈找茬，真的是有病的，真的是有病的，好不好？好了，那就闲聊完了哈。最后还是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哈，我们每一天呢、都有可能面对到一些不可测的事情，但是请放心啊，真的有那一天到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百姓那我们就政府叫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是换了政府，新政府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就做什么就对了。其他事不要太去恐慌啊，不需要去恐慌。有一天可能搞不好是今年，搞不好是明年，搞不好是后年，你不用是什么，不用是去紧张，是说我们会活不下去，或是你说半生产业都完蛋，这件事情是不用去担心的，这是绝对不用担心的事情，好吗？我们只要照正常过日子就可以了，该吃吃，该睡睡。当然你能够多准备一点食物，因为短期的波动可能是会有啊。如果你有闲钱的话，那你就可以把一些钱换成外币，比如说美元或是新加坡币。那或者是一点点人民币都可以啊，这是你自己的财务配置啊，这个是无妨的。但是股市嘛，老师还是一句话哦，按照我们的流年解析，还有总论，还有每月的特色，都会告诉你。我已经告诉你了，减仓那个是必要的。那要不要做，就看你们的智慧。或许你们的智慧比老师高，你就不需要去减仓。但是世界变化太快，不要把金融的游戏比重摆得太重。你在任何一个市场，你都有可能跌股。比如说美国之前都说大做空，现在说你要大做多，那一句话的事情嘛，是不是？所以说，请记得金融游戏今年能不玩，我们就不玩。那你真的忍不住，请你小玩，不要多玩，这才是最好的明哲保身方式。任何的财富都不比现金更有用。你在哪个国家，你就使用哪个国家的现金。如果你在美国，你在日本，你在哪个国家，你保存当地的现金就可以了。只是你有多余的钱，你可能都不会用到的，你再去换，比如说黄金啊，或者换成一些外币，这个是理财规划。像老师一样穷的人啊，比如说跟我一样穷的，那太惨了啊。就是说，哎，我们刚刚好可以流水过的人啊，那请你用本国货币就可以了，好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